现在来到了湖景径起伏新村里面的一条小马路，这里就跟公园一样，很多人在这边休闲娱乐。看到对面有很多的黑天鹅排着队在游泳，前面好像是他们的家，一个港湾啊。大家好，村内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啊！唱歌跳舞的很多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修行。我也开始在村里骑会儿。刚刚开车送我家人出门，回来的时候啊，还想着到哪去转转啊，结果就飘起了小雨来了。等到我回到家呢，这个雨又停了，马上又出了太阳。这个天气真是捉摸不定啊！但是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呢，这2个来小时应该是要下雨的，所以就想想不要去挑战这个天气了。而且现在虽然是上午，气温已经到了30多度了。炎热的天气，我们就就近随意的骑一下吧。现在来到了湖景径起伏新村里面的一条小马路，这边是翠湖多少径啊？这个起伏新村呢，都是一些坡地啊，就是在坡上。右侧上一条马路呢，其实落差最起码有10几20米啊。你看啊，这个球新村内的一些居民小区啊，经过几十年以后，这个街道两边的树已经长得很大了，所以应该都是一些榕树吧。一步之遥，已经来到了起伏湖边了。但我今天呢，相反方向来骑一圈。有半个来月没在起伏住，就回来以后呢，虽然都是一些熟悉的村内的景色啊，但好像又有了一些小小的新鲜感。这里就跟公园一样，很多人在这边休闲娱乐。
这里天气那么热，那么多人还是愿意出来活动。看来人和人之间还是需要有大家在一块玩的这种环境。也可能最近是雨季，下雨的天数比较多，或者是一天当中呢，很多时间都在下雨，就使得大家更渴望晴天就是出来活动活动。好，就是在几湖湖边稍稍走一段，让大家也了解一下这个屋村里面平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。虽然有点吵闹，但我觉得大家有活动能开心，那就是一件好事。看到对面有很多的黑天鹅排着队在游泳，前面好像是他们的家，一个港湾啊。这边一溜游出来有7只黑天鹅排着队在游泳，看来几湖的黑天鹅是越来越多了。那个老太太中气十足，以前就唱戏的吗？再过几天呢，一年这个高考要来临了，好像是6月7、8、9 3天考主课，那还有一天呢是考一些有些人需要加考的一些科目，所以这几天呢应该是非常紧张的，对于家里有高考生的家庭，家长应该非常的紧张。那有条件的呢，可能早早就到一些安静的酒店订了房间砥砺孩子最后的冲刺。但是大部分的孩子呢，肯定还是坚持在家里学到最后一天。我们也经历过但是想想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，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事了。
好，我现在准备离开热闹的湖滨。最近经常看一些视频啊，经常会刷到跟我们年纪相仿的人，甚至比我们年纪更大些的人，他已经移居了国外很多年了，长的有30-40年，短的呢也有10多20年的。但是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呢，就是已经到了退休年纪。那到了这个时候啊，人的奋斗精神呢就全无了。有的呢，慢慢就是回到以前记忆当中的美好，或者呢就更加怀旧啊。有些人呢就甚至产生了落叶归根的想法。但其实更多人呢，他其实对于他向往的原本是需要奋斗的那片天地呢，已经慢慢的感到平淡啊，就自己的能力呢也不及了，没有办法继续在外面奋斗下去了。那比较好的情况呢，子女都长大成才，在外面的国家呢已经如鱼得水啊，所以也不需要已经年长的父母来操心了。所以呢，大家不约而同的有了一种心愿，就是想要回到之前长大成长的母国啊，就是他的祖国。虽然很多人已经入了外籍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，已经没有办法100%的回到祖国的怀抱了。那不管是基于哪一种情况，大家想要回来这个心愿呢，我觉得中国这个国家现在还是抱着比较开明的态度。虽然说不可能承认你是一个华裔，给你发一张华裔卡，像中国公民一样的在中国境内生活，但是他也会给你有些变通的方法，比方说给你办一个5年的居留，那你呢到期可以更新。其实你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啊，你是可以在中国一直过退休的生活的。甚至网上有些人不理解，觉得说这些人为什么要回来占用大家的资源，在这边养老。甚至有一部分人呢，他还是拿着退休金的，我指的是中国退休金啊。那这些呢，政府也做出了明确的回复，但凡以前在中国工作过，他交过养老金，那该他领的时候呢，不管他人在何处，也不管他现在是什么身份啊，还是照样有资格可以领取的。那这当然给回到国内来养老的那部分人多少又有了保障，因为更重要的就是跟社保连在一块的医疗保险。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看病某些地方呢是不如在国外那种系统，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，你有个疾病的时候，哪怕你挂个基本号，你会得到更为快捷的处理。
这个是大家都不能否认的事实。所以不管怎么说呢，无论是乡情还是亲情还是文化的因素，就有越来越多上了年纪已经退休的人呢，还是回到中国来生活。当然有人也发明了一个比较新的词，叫地理套利。就比方说你在北美国家能够拿个1500到2000美元的退休金的人啊，即便你在中国1分钱收入都没有，那你这点钱到中国来生活，还是完全可以过体面的日子。然后你又可以拥有你想要的，就比方说跟自己的亲友见面，跟中国这个熟悉的社会还有文化环境啊，那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过得自己晚年的退休生活，那我觉得完全是够用的。但反过来讲，你如果1-2千美金的退休金啊，你如果没有其他的收入的话，你要在北美呢，显然是非常的局促啊，非常的这个拮据的。所以这也是大家有人认为所谓的一种地理套利。那其实这种所谓地理套利的观念呢，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。因为你去看很多美国人，他们到了退休的时候呢，都会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downsize，就是把自己的大房子呢卖掉，甚至有些人就出租，然后呢自己买个房车，就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。这是美国退休的一种传统的方式，就可以买一些国家公园的年票、营地的年票，你就可以以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到各地区旅游，然后你住在自己的房车里面，所以美国人的房车都是非常的大，就像一个公寓一样啊。那还有一部分人呢，他们可能会走得更远，比方以前说他们就会去葡萄牙、西班牙、墨西哥、南美的国家等等啊，那边的房价便宜，他们就会到那边去买个小房子或者租一个房子。那现在呢，随着亚洲发展起来了以后呢，更多的人就选择来到了亚洲啊，比方说泰国啊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啊，那这些地方呢都有相应的欢迎世界各地退休人士来居住生活的政策，以各种名目繁多的签证吸引大家过来，然后你那边比较拮据的1-2千美金到这边就可以过餐餐有鱼肉啊，这个非常舒服，甚至你可以请一个当地的佣人照顾自己的起居生活等等啊。那这些呢都是一种很自然的因应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派生出来的，你去到不同的地方就可以让自己的钱更值钱的一些办法。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，这些在中国又何尝不是呢？很多在大城市里面工作了一辈子的人，攒了一些钱啊，买了房子，那现在他可能就会把自己的房子出租，开个车呢去到云南、贵州，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啊，他觉得生活成本低，更加觉得舒适的这种环境当中去生活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地理套利吧。今天因为天气状况不是很稳定啊，一会儿晴一会儿下雨的，再加上呢气温实在是太高了，现在32度，所以我还是打算就在村里随意的转转，活动一下身体呢，就打算回家去了。我觉得做人呢就应该自强不息啊，
尽可能的不要屈服于命运。但从另外一层意义上来讲呢，你也不能违背老天的意志，更不能走极端，还是要跟环境相符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觉得才是一种比较自然的。好了，今天就是随意的在村里骑行一下，看看村里祈福湖畔公园里面的这种村民们的活动，然后呢，也跟大家随意的聊几句而已。我们改日有机会出门再跟大家交流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